需要点什么？还是老样子。哎，怎么是他啊？谁啊？那是地产大亨连氏集团总裁的侄女，他爸妈死得早，一直都是连总把他带大的。只不过他不学无术，出过水文凭，没拿到毕业证，这不刚回来就把连总给气重病了。你看，亲姑姑被他气成重病，他不在医院里陪护，反而穿成这样，在这里喝酒，真是个没心肝的白眼。您的酒好。谢谢。你有事儿吗？首先，纠正你一点，我姑姑她只是代理总裁，而连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是我。也就是说，就算我没良心、没文化、没素质，我也一样是千金小姐。莫名其妙，跟我们说这个干嘛？怎么是你？你好凉快。视频还没拍呢，人跑哪儿去了？那可是沈小姐特意交代的。想不到这种小说里的套路，竟然让我遇到了。崔红，当年崔家的事，我还没找你们算账，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只可惜啊，不喜欢这样的。既然如此，正好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头好疼，我刚才好冷。你终于醒了，再泡下去，可就要感冒了。你是谁？我记得我刚才被人下药了，难道你把我给……笨蛋，那种药都是小说里胡诌的。你之所以会神志不清，那只能说明那是精神类的药，所以我才把你泡在冷水里，让你早点清醒。啊，是这样啊？哎，所以是谁要害你？竟然让你服用了这种违禁药物？这是我的私事。总之，谢谢你帮了我。你可以……私事？这事已经把我牵扯进来了，你觉得还能叫私事吗？好吧，你先把衣服给我，我总不能光着身子跟你聊吧。牵扯到你，实在抱歉。今晚是我同事找我喝酒，可能是趁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在我的酒里动了手脚，然后就举着手机，一边追我，一边扒我衣服。我实在没办法，才跑了。后面的事，我也记不大清。
男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毕竟你长得还不错，又背靠崔家，被人觊觎也很正常。崔家，你认识我？何止认识，我还知道你父母双亡后，一直是由你叔叔崔成新抚养的。去年你还开发了一款爆款游戏，想让你叔叔投资，没想到他不仅不信任你，还当众拒绝了你，对你说痴心妄想。你到底是谁？我是能帮你的人。这是包养协议。什么？包养？之前啊，这4个字我总在霸总小说里看到过，今天我也想试试看。你放心，那种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我只需要你给我3天。这3天里，你要我做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嘘，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我只需要你陪我3天，我就投资你的游戏。你放心，这事儿啊，你不吃亏。叶新月，他姓叶，难道他是？请。这3天什么时候开始？这上面没有写。现在。哟，上班时间还犯了，看来昨晚累坏了吧？关你什么事？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那药带劲吧？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解的，难不成找了个街边的乞丐？我把你当朋友，为什么要害我？害你怎么了？虽然你是前总裁的儿子，可谁叫你爸妈死得早啊？上面的人嫌你碍眼，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帮他个忙而已。真稀奇，咬人的狗还会说话了。你怎么来了？当然是继续昨晚的事儿。So black I sing, better know your drink. Everything you pray, 你想干什么？ everything you play. 我想做些会让你痛的事。我们今天才刚认识，会不会太快了呀？快吗？抽血化验快点儿，不是挺好的吗？他们是我的保镖，你该不会觉得我一个人有力气能把你这昏迷的人搬进酒店吧？你刚被下了药，现在采血送去化验，等于留存证据。这样啊？怎么感觉有点失落呢？你以为我还会做什么呀？你该不会是在想色色的事情吧？我不是，我没有。
别瞎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结果出来后，我会来找你的。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不会真以为给人下了药还能全身而退吧？少看些小说。你胡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在我来之前，我已经向警方提供了监控和验血结果，算算时间，应该已经在楼下了。你还是想想该怎么和警方交代这个违禁药的来源吧。放心吧，他逃不掉。你需要做的是，晚上别加班，把时间留给我。等我联系。走吧，今晚的场地需要提前布置。医院那边不忙吗？我拜托的主任最近排班不多，倒是你，为了他的事，昨晚都没休息好，今天还贸然出现在崔家的地盘，就不怕打草惊蛇？我早有计划，你不用担心。还是吃药？放心，在成功复仇前，我不会轻易崩溃的。你需要做的是，晚上别加班，把时间留给我。等我联系。我们没有交换联系方式，他该怎么联系我？不过，如果他真的是袁氏集团的人，那他应该……我们要去哪儿？当然是去完成你10岁那年未完成的心愿啊！10岁那年，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看，到了。公园？烧烤？这么不专心，小心烤糊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做这些？这是你自己的心愿啊，你不记得了吗？我记得，那是我的生日愿望。我希望我的爸妈能像我同学的家长那样，陪我做一次家庭烧烤，但他们死在了我生日之前。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这份心愿我帮你完成，你不满意吗？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帮我这个杀父仇人的儿子？你比我想的要聪明一点。当年那辆车上坐着你的父亲、奶奶，还有我的爸妈，他们无一生还，而后被警方认定为肇事责任方的人是我爸。所以你不应该对我这么好，更不应该真心帮我。
如果你是想通过对我好来让我爱上你，之后再狠狠的伤害我，让我从云端跌下，都说了少看小说，想什么乱七八糟。现在我根本就不恨你。什么？胡了！因为真凶不是你父亲，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受害者的孩子。受害者？我……所以你不需要提心吊胆，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有恩。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在报答你而已。报恩？时间到了，生日快乐！这卡里有3000万，是我之前答应你的生日礼物，你收下它，我们就两清了。3天时间已经到了，该说再见了。你干什么？你不想开发游戏了？我做游戏是为了出人头地，是为了让死去的父母不丢脸。可如今你告诉我，我的父母不是意外，而是有人加害。身为人子，让我怎么能不管不顾？既然你在过去的14年从未追寻真相，一直选择继续相信谎言，那你现在也完全可以忘记我说的话，继续之前温吞的生活。复仇不适合你。放开我！你要是再不放开我，不然我就车瞎你！随便你怎么做，只要你告诉我，杀害我父母的人是不是崔晨曦？既然你早就想到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去收集证据？你是懦夫吗？因为我要先想怎么活下来。他们父子2个这么些年来一直打压我，不仅在吃穿上面克扣，言语羞辱更甚。在那个房子里面，我连呼吸都是错的。即便我怀疑，也有心无力。如果我们的仇人是同一个，那我们可以联手。你从来没有规划过复仇，所以你根本帮不到我什么，只会影响我的进度。我劝你还是收下那笔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就当我们从来没认识。我真搞不懂，之前对我还算热情，现在又如此冷漠。为什么你的情绪前后起伏如此之大？你刚才说，我们都是受害者的孩子。我以为我们是同类，就算能力不同，我们想要复仇的心也是一样的。你确定要为了他修改计划？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等你报完了他当年对你的那一点恩，你就……可他毕竟和我们一样，都是被加害者折磨多年的同类，而且我觉得他有点像孤立无援时的我。你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所以产生了共情，但这种情绪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时候。
你有多久没去看心理医生了？你是觉得我在这件事上发病了是吗？你在质疑我？我知道，复仇近在眼前。你因为焦虑，心理问题越发严重了。他这时加入，对你也算是一份镇定剂。但你要知道，我一直在。我一定会成功的。我会把这14年里积攒的怒火加倍奉还。我要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地狱。怎么了？还不是你那个堂哥，上次大冒险他不肯配合，我就找个人教训他，结果他居然敢报警。他胆子这么大？什么大冒险？就是上次金尊酒吧聚会那次，咱们缺人，就叫他来做做气氛。是他自己选的大冒险，我就让他舔我的鞋，他居然不肯配合，哼，还真把自己当人了。我当什么呢？那次，哎，听说这次集团里突然冒出个女的帮他，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崔叔叔帮我查查看是谁，我倒要看看是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跟我作对。好，我拼好这个就去。哎，太慢了，我帮你。咱们都是有办法走捷径的人，干嘛要浪费时间啊？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吗？平时用小号联系，非必要不联络，联络痕迹及时清除，一切要依我的要求来。我们真的不能报警吗？既然你说你姑姑曾经醉酒说出了崔成新作恶的真相，那我们不能……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我联系了律师和医生，他们说我姑姑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她的话无法在法律上成为证据。我们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只能以身入局，从他们这个团体内部突破，获取关键证据。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虽然沈志远是当年替崔成新做脏事的人，但他女儿沈凌对当年的事情并不知情，为什么我们要先从他下手？罪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你和沈凌也接触过，你觉得以他那种恶劣的性格，和他父亲对他的溺爱毫无关系吗？他们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但他们又凭什么享受天伦之乐？有债当还，以血还血，有什么问题吗？好，那就这么定了。这不就到了？是啊。哟，好几天不见，都不敢进门了。叔叔在里面会客，我等他们说完再进去。会客就不进去了？你也太见外了吧！毕竟，你可是我家养的一条猫猫。别以为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就自由，白日做梦。你真以为
你上个月投出去的简历会有人接收吗？没人会愿意冒着得罪喜云集团的风险去收留你啊。这些品牌可都是求着入驻我们喜云百货呢。至于你，要不是你姓崔，怕是在百货大楼当个清洁工都费劲儿吧？真是不知感恩。说的没错，我已经联系了女房东，把你房子退了，退押金白送。毕竟我爸说了，你呀，就算死，也是死在我家。爸，你忙完了没有啊？我和小林还有事找你呢。没规矩，没看见有客人在吗？崔叔别生气，都是一家人，而且他回来的正是时候。你谁啊？就是他，我看了监控，就是他替崔红报的警，帮我的人都给抓走了。他？你认识他吗？是我又怎么样？崔叔，我常听姑姑说，崔叔是最爱护自己家人的人。啊，你一个外来人，敢在崔家面前为非作歹，你算什么东西？你又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在我家？混账！不许这么跟客人说话。这位是联氏集团未来的掌权人，年薪月薪，同时是你的未婚妻。未婚妻？什么未婚妻？崔叔叔，闭嘴！崔叔，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在一起很久？难道他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那当然。闭嘴！行，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做棒打鸳鸯的坏人。崔叔，城南和城北这2块地皮，你还是走正规途径竞价吧。别！哎呀，他们开玩笑的，他没有女朋友，他们就是从小的玩伴。哦，可别骗我呀！崔家什么时候还需要这么个不入流的玩伴？他就是我家下人的孩子，他父亲这2年在外面打拼的不错，我也就是抬举他，才让他和阿义在一起玩。真要是谈婚论嫁，那肯定是跟像连小姐您这样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才行啊。小林，给我回来！你要是敢吃，就停了你的卡。看来崔少爷好像不太满意这场婚事。其实呢，这个婚事是我姑姑定的，我本人啊也没有非要嫁给崔少爷的意思。如果崔少爷不愿意，我可以离开的。哎，快滚啊！还在这干什么？爸，我是你亲生儿子，你为了一个外人打我，要不是我亲儿子，我现在就打死你。看来崔家还有家务事没有处理完成，我先离开了吧。至于这个婚约，还等崔少爷同意再说。不可能！林小姐放心，阿义啊，明天就陪你出去玩。愣着干嘛？咱们只送客人。好，今天不过是个开胃菜，你们狗咬狗的日子可还在后头。就送到这儿吧。为什么这么做？我做什么了？你说过要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没想到你会会怎样？
会这样恶毒、冷血、厚颜无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管你是什么意思，这是复仇，不是过家家。如果你连这都接受不了的话，就别拖我后腿。况且不是我要拆散他们，我只是编了一个有关利益的谎言。崔成新这个人见了利益就不想放手，主动拆散有情人。沈知远这个人溺爱女儿多年，他是不会忍下今日耻辱的。好戏才刚开着。但这也太委屈你了。委屈？你知道复仇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吗？我靠近复仇，就靠近了痛苦；远离他，就又远离了希望。所以，我选择忍受痛苦，也要握住希望。我绝不会输。我不娶。愚蠢！连氏集团可是地产龙头，光他北家这2块地就值30个亿。哎，要不是他姑姑开了口，这种好事会轮到你头上？别以为我不知道，老情人生病了还惦记着你，你心里高兴的很吧？可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妈吗？为了跟那女人那点破事，气死了我妈不算，还耽误我的一生。我说过，你妈的死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总之，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有的是办法对付姓史的那个丫头。她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怎么忍心？唉，在利益面前，这点情谊算得了什么？你该懂得这个道理了。喂，什么？沈凌自杀了？接到沈叔电话的时候，我都吓坏了，我还真以为你要出啥事儿呢。我可是出门等了你10秒钟，都没看到你出来追我，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不是因为我爸要停我的卡吗？真要把卡停了，我还怎么跟你拍那套勤工俭粹的凤冠？你找到了，太好了！我之前就想在咱们的中式婚礼上穿一品诰命同款的。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爸摆明看中了那个狐狸精，咱们的婚事肯定是黄了。哎，没事，你放心，我才不会娶她呢。我爸就是看上了那个女人价值30亿的嫁妆，我才不会为了钱抛弃你。30亿？那个女人为了嫁给你，可真是下了血本了，还说是什么姑姑的安排，我看就是那个女人欲拒还迎的手段。对了，要不我们雇人把她给杀了？杀人？对啊，我爸有渠道，可以帮忙伪装成意外。我前2天才从那儿买了药去对付你堂哥呢，只可惜失败了。总之，咱们2个一人出1半的钱，这样我们就是拥有相同秘密的共犯了，是不是很浪漫呀？好，就你会主意多。魏兄，这事儿你办的可不地道。他们年轻人天真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不了解我？你怎么能……哎，我知道啊，连氏集团从指头缝里漏点油水出来，够喂饱多少个企业的？更何况，他这次拿的地，正是您前一阵看上的地，您不觉得这事有点太巧了吗？
你是怀疑？可是，这可是连毅安排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崔兄跟连老板的关系，我绝对不会怀疑。可是旁观者清，我听他们集团的人说，连老板已经好几天连公司的会议都没参加。您上次见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跟您说过这事儿吗？你是说？看来我还得再查查他的底啊。小玲一时受了委屈，等我拿到这2块地，那个连小姐自然会。这才是我认识崔兄啊！哎，崔叔，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呀？啊，哈哈，不过来的正好，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这是你们连氏的商业机密，崔叔，我姑姑说可以信任你，我也相信她。而且，我对公司经营一窍不通，真希望你以后可以作为我的家人，帮我处理公司事务。你该不会是今天要过来跟我解除婚约的吧？啊，当然不会，阿姨对你很满意。啊，对了，刚才她就订餐厅了，稍微晚一些就会请你吃饭。真的呀？那太好了。崔叔，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些条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你看员工这一块啊，咱们尽量给他们待遇好一些。之前就听说过，他回国后就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从不参与重大决策。看来真的被连养废了。要不然你看这一块儿，你看，如果这个蠢货跟阿义婚姻关系稳定，那就有时间一步步吞下连氏。暂时还不能让他死，得想办法让阿义配合。对了，你姑姑生病以后，我就没能联系到她，她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到时候能不能来参加你们的订婚宴？这个嘛，我也不是医生，我说不清楚。要不你们直接视频吧。喂，连毅，你现在怎么样啊？是你啊？怎么用新月手机联系我？我公司的事儿太累了，我就提前把公司交给新月。你如果能作为他的长辈帮帮他，我也……好像要吃药了，就说到这儿吧。别，这怎么就挂了？医生说啊，我姑姑需要静养，不太允许她玩手机。叔叔，你是不知道，我姑姑现在一天要吃好几轮药，我看着嘴都发苦。原来是这样啊！对了，我让我侄子开车给你带了很多礼物，东西有点多，我让他亲自送到你家，我就不去打扰了。好，改日我再登门拜访。告辞。感谢您使用 AI 换脸视频功能。这么沉默，难不成车里安了监听器啊？怎么可能？连小姐真的是想象力丰富。小姐怎么会用这种招？
你是说连小姐会帮你，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想你被外人欺负？她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不是崔家的人，她看都不会看我一眼。那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位连小姐的呢？这不应该问我吧？她不是要跟阿义订婚吗？重要的是阿义的看法。你小子倒还有点自知之明。拿着，我有件事情交代你去做。这是监听器，我要你放在连小姐家。什么这？我会找个理由让你进她家，你找个机会把她放进去，别动什么歪心思。这个监听器已经打开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应该清楚啊。我明白。等等，把你的手机交出来。等我检查过后，自然会还给你。连小姐想照镜子的话，遮光板后面有镜子，比后视镜清楚。我做事用不着你教，开车吧。好无聊啊，放首歌听一下。是情绵绵，是爱万年，几个轮回恋恋不灭，岁月不见后改变。我去给你准备新手机，把监听放进沙发缝里。哎，阿义把今晚餐厅的地址发给我了，我去换一件最漂亮的裙子，你可不许偷看啊！不会的，连小姐，你跟阿义很般配，我不会做那种事的。氧气瓶，他生病了。这么看着我干嘛？好奇啊，之前不还拒绝和我接触吗？怎么，忽然转性了？没什么，我只是听我爸的话而已。你不也是听你姑姑的话吗？要不是我爸成了婚后马上弄死你，我才不来呢。是吗？我还以为是你看上我身后不止30亿的价值，要来和我分一杯羹呢。你，不好意思，你长没长眼？我这么容易生气啊，真是不成熟，怪不得你爸还要管着你呢。你，洗手间在哪儿？洗手间在这边，我带您过去吧。监听了是吗？那我要还你们一份大礼。
我不信这个，要问你自己问。我看你就嘴上逞强，你要是真相信崔毅，也不会跟我过来占卜。安静！我看见了，装神弄鬼，我走了。你的爱人在另一个女人的身边，我就说他有点本事在身上吧。哎，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你的爱人他想骗我钱，也该说点好听的吧？怎么想让我砸了你的店吗？你在害怕，你怕他违背誓言，你怕他真的会爱上那个女人。哈哈，我撕烂你的嘴！他们现在正在约会。真的假的？你不是说崔毅今天在家里吗？该不会……闭嘴！来之前不是说好了，你说两句好话哄哄他，之后得钱平分吗？你算了。您安排的事情已经完成。吃饭呢，玩什么手机？没什么，就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天气？这万里无云的，有什么可预报的？是吗？我倒是觉得，马上就会有暴雨来临。崔毅，你骗我！你跟我说今天在家休息不舒服，结果居然是跟这个女人出来吃饭，还未婚妻，你对得起我吗你？你怎么突然？不是，你听我解释，是我爸。不听！还有你为什么非得纠缠我男朋友？这天底下的男人是死绝了吗？你要是非想找姓崔的，那你干脆跟他那个堂哥在一起好了。我看你们一个废物，一个贱人，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哼！沈小姐是自己开车来的？是啊，怎么，你还想抢我的车不成？那倒没有。看来二位还有很多话要说，那我就不打扰了。哎，你别跟我爸说。你还叫他干什么？你真舍不得他是不是？舍不得不是。喂，我要举报有人穿高跟鞋威胁驾驶。你就喜欢他！贱人！居然敢举报我，总是跟我作对！崔毅，你也是个混蛋，怎么敢骗我？要他死，今天就死！他被绑架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警？你好歹在手机里把位置发给我，就能对付专业的绑匪吗？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他的耳室一直装有监听和定位，我能确定他现在很安全。我已经把定位同步到这辆车上，打手也在车上。你开车过去救援，打手会把人控制住，到时候你接上，送去我工作的是第2医院，我在医院接应。好，你小心，别刺激到他。他其实比你想的要脆弱。你这么关心他，为什么不自己去？算了，救人要紧。去，告诉大小姐真相，去利用她，去绑架她。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在她身上了。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资格。都是那个男人的错，是他骗了我，是他！你这个贼生气，你这个蛋呀！醒醒，坚持住，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你醒了，太好了。我们马上。你小心，别刺激到他。他其实比你想的要脆弱。放心，我不是坏人，别害怕。我不会放过他们，我也恨你，无辜。我们也曾爱过你，可为什么那个男人骗了你之后，我们的爱你都不要了吗？原来你也会因为亲人的背叛而伤心。我还以为你那么坚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看来我们的心是同样的。那场车祸后，你的生活是否也和我一样？我有件事想问你，生什么病会需要在家里吸氧？什么？联系不上是什么意思啊？我钱都给你们了，你们什么叫做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你什么意思啊？喂，爸，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事儿？你联系我的人脉，又买药又绑架，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已经跟你崔叔叔商量过了，我们商量什么？你之前跟我说让我等等，说崔叔叔会给我个交代，可结果呢？他们两个都要准备结婚了，那我怎么办？我跟你说过，我们跟连新月在一起，我们就是为了收割他的利益。之后我们利益，你们天天就想着利益，我才不管那么多。要么他死，要么你现在就打死我！你还真想为了钱打死我？我不活了！我怎么把你惯成这样？你以后怎么？好了，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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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从小到大就装哭，一直使到现在，这招你使的不腻啊？那你把他杀了，我就不哭了。我真不应该让你跟姓崔的小子走得那么近啊！你现在是无法无天，杀人是要偿命的，懂吗？谁说要偿命的？你和崔叔叔之前不也杀过人吗？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你是
从哪儿听来的这话？你和崔叔叔之前在书房说的，我听到了。我每次跟他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那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你关门怎么了？这里是我家，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既然你和崔叔叔杀人都没有事，我有什么好怕？反正有爸爸在，我就不怕。这事儿是……既然这事儿已经搞砸了，你就不要再胡乱来了。剩下的事儿，我替你摆平啊！放心，要相信爸爸，怎么会让自己的乖女儿受委屈呢？连小姐，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这会儿就别装傻了吧？难不成你以为你女儿派来绑架我的人没了音讯，是在忙着逃跑吗？他们果然是被你控制了。既然找我来谈，想要什么说吧。我要崔成新的命。连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崔晨星的秘密，我怎么会知道啊？是我们两家差一点结了亲家，可是不是被你给拆散了吗？你别太谦虚了，你原本只是喜云集团的一个小员工，喜云集团前总裁一死，你就拿到了现总裁崔成新的投资。你靠着这笔投资开了一家公司，后续发展也和喜云集团盘根错节。你的女儿也被安排在了崔毅的身边，同进同出。这么看来，你和崔成新的私交甚好啊。你究竟想说什么？我相信你能懂我的意思。崔成新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比我清楚。如果沈凌真的出了事，他是不会帮忙的。换句话说，你女儿下半辈子在不在牢里，全凭我说了算。我劝你别太冲动，我这里都是有监控的。连小姐，果然是滴水不漏啊！那你就不怕我和崔总联手，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到时候你的那点威胁根本不足为惧，是吗？可我担心，以沈凌那个急性子，他会等不及呀。你往我药瓶里加了什么？你怎么？你骗我！崔毅呢？什么崔毅啊？崔毅没来啊！刚才是我和连小姐一起去看医生，这些都不重要了。
是不是你设圈套把我女儿骗过来的？抱歉，你们的话我听不懂。医生，像这种投毒嫌疑的危险分子，是不是应该……保安，来一下住院部6楼。闺女，快跑！跑！快跑！好吧，跑得快一点，在看见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之前，可千万不要被抓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呀？如果我被带走的话，那个女人就更有机会嫁给依依了。哎呀，不该上当的。谁的有钱？私家侦探，这行动也太慢了吧？为什么不早点调查清楚他的把柄，我就不至于……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太好了！崔姨不可能娶她，太好了！如果我告诉依依这件事情，她就不可能。廉价的女人都是害人精。等我爸把我捞出，我一定要……沈凌被带走了，看他的表情，应该是收到了。爸，小林因为对连心月动手，被警察带走了，你快想办法救救他呀！什么？心月没事吧？你怎么还担心那个女人的安危啊？就是因为她还活着，所以才报警抓走了小林的。啊，那就好。你这话什么意思？小林好歹是你看着长大的，你难道想见死不救？胡说什么呢？这些天我一直忙着公司的工作，哪有功夫管你们这些小孩？况且我跟沈志远都商量好了，先不对新月动手，是你们先违反的规定，凭什么让我来帮？你就是怕得罪连心月，怕丢了你心心念念的2块地。以前你为了利益抛弃了我妈，现在你为了利益抛弃小林，以后是不是连我这个亲儿子都要抛弃？你要是想发神经，就回屋去发，别在这儿打扰我。吃我的用我的，还跟我发脾气，没用的废物！沈知远为了他女儿，一定会向我投诚，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毕竟崔成新是绝对靠不住的。只不过沈知远势必会因为沈凌的事情怨恨你，更有可能会把你向他打听崔成新秘密的事情告诉崔成新。你确定最后他能如你所愿？我安排你给沈凌发的邮件，你没看？你没让我看，我就不看了。好乖啊，看来这个秘密要过几天才能揭晓了。你的手还疼吗？这个在医院里面已经处理过了，只是看起来严重，你当时都没什么力气，我不疼的。你不用安慰我，你当时吓坏了吧？女人发疯很可怕吧？的确被吓了一跳，但是并不可怕，只是觉得我曾经也有像你那样的时候，不过都是父母刚去世的时候的事了。那个时候崔成新和崔毅对我实在，我那点反抗心很快就为了生存消磨掉了，所以我很羡慕你，你能被恨激励着前进，
可我却做不到。你这是夸奖？可我怎么听着怪怪的？可能是我说的不够好，我并不觉得你有什么错，你这样很好。时间很晚了，你要不要早点休息？你刚才为了防止沈志远反扑，着急出院，吊瓶都没有打完，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事，我现是不是被绑架时的药效还没过？我说了我自己可以，这么着急过来帮我，是想要占我便宜吗？我没那么想，我前几天不也刚被人下过药吗？第二天头太疼，你身体比我还弱，要是逞强摔着就糟了。送我去卧室吧。我很谢谢你愿意带我一起，向那些欺辱我父母和我的人复仇。即便只有一点，你也可以依赖我，我不会背叛你。爷爷，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我都不能洗澡。宝宝，你再忍一忍，我和史叔在想办法。只是我爸，没事，只要能放你出去，哪怕我去求那个女人。不可以！你别激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不想这样，只是想救你出去，我也……不，你不明白，我知道。你一直因为你母亲的事情而怨恨崔叔叔，而且你一直恨莲叶那个老女人，他们两个人你都没有办法原谅。怎么突然说这个？是我太傻了，我明知道你讨厌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可我还担心你真的会娶她，所以才傻傻的中计。我爸的确逼得紧，你误会也正常，但是如果必须要我娶她才能救你出来，你不可以娶她。我也不想，但你绝对不能因为我向那个女人低头，因为她是……不错，这是我新买的茶杯和茶叶，连小姐，尝尝。这茶闻着确实不错，不过我不懂茶。这好茶不仅要好水，还要好手艺。我这个侄儿虽然其他的不行，伺候人的功夫还是有几分的，要不然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原来如此，早知道你干的都是下人活，我当初就不该救你。是吗？或许我的堂哥未必是这么想的。刚才我在旁边一直看着，堂哥给你上茶的时候，总是对你暗送秋波，搞不好你之前那出丑舅狗熊的戏码，搞得他春心荡漾啊！混账！连小姐是你的未婚妻，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未婚妻？你摸着良心说，我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喝醉酒喝疯了，醉得连我都不认识了？快滚回你的房间去，别在这耍酒疯！我看你们是被这茶味堵住了鼻子不成？我身上哪有酒气？别转移话题，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风言风语。崔叔，虽然这门亲事是我姑姑定下的，可他这样阴阳怪气，我实在是……崔叔，你别装了。爸，你的风流债自己都弄不清楚，如今送上门来，你还被蒙在鼓里吧？你少阴阳怪气的，有话直说。好，那我就把话说明白。爸，当年你为了得到林氏集团的支持，假装单身，被发现后，又逼我妈向连毅承认她病得快死，把你托付给他。什么叫我逼的？
你妈她本来就重病缠身，你别在这胡搅蛮缠。我当时只是年纪轻，但我不傻。当年我妈病得没有那么严重，是你的背叛让她丧失了继续生存的欲望。只可惜啊，你逼死了我妈，莲姨也不肯嫁给你。哎，你猜猜看，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个小孩跟着掺和什么？那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不想嫁给你。在你逼我妈打电话给莲姨之前，莲姨已经偷偷生下了一个孩子，而且我听说，她生下的是个比我小2岁的女孩。这话为什么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如让我猜猜，你们是什么意思？莲姨隐瞒所有人生下女儿，是因为她的预产期跟大嫂接近，就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连氏集团继承人的好日子，所以她买通保洁，偷偷换了孩子。这个毒妇能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只怕她大哥大嫂的孩子都被她处理掉了，因为她不想给她的女儿留下后患。后来，莲姨的大哥大嫂相继去世，她就成了连氏集团的唯一掌权人。而那个孩子，在她的抚养下，会不会也知道当年的真相呢？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当然有，这是小林进去之前托侦探找到的消息，还有被买通了的保洁的口供。其实我真的是很好奇，一个母亲会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定下嫁给同父异母哥哥这样离谱的婚约吗？婚姻一事，根本就是你的谎言。哇，好精彩的分析！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聪明？不会是受了情伤，长出脑子了吧？你还敢提小林？就是你提出那子虚乌有的婚约，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说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是什么目的？难道还不明显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复仇。复仇？你复什么仇？生而不养的仇。你和我姑姑这么多年，她只允许我这么叫她，现在再想改也来不及了。她原本是要打掉的，但医生跟她说她身体弱，不能做手术，所以她想找你负责。但没想到她却刚好撞见你和你太太在打电话，直到那个时候，她才发现原来你不是单身。所以这些年她一直在躲着你，不只是因为她在养胎坐月子，更是因为她对你死了心，所以她讨厌我，不喜欢我。也巧，她嫂子刚出生的女儿不久就死了，于是我就成了替代品。确实，婚约的事是我骗了你。我原本打算在婚礼上，当着所有嘉宾人的面上揭露你们的丑行，让你们都没有面子。这是我对你们这些年对我不闻的报复。不行，这样连氏集团的股价也会受到影响的。我不在乎。如果把公司送出去，就能换我一个完美的家，我也宁愿不要这个公司。我去送送他。开车认真点儿，我上个月刚提的车。哦，你刚才在里面，难道你真的是？你不会信了吧？我演技有这么好吗？啊，你刚才说的都是假的？不然呢？
难道你还真想做我的哥哥？可你刚才那么真情实感，把我们都给骗了。半真半假的谎话，听起来才逼真。你说什么？没什么。你那天用假邮件给沈凌发的消息，就是崔毅今天扔出的炸弹。沈凌反对这个联姻，他一定会趁着和崔毅见面的机会，把这事告诉他。他们可真是两个般配的蠢货。哦，原来如此。但你做这样一层假身份，准备做什么？你刚刚不是已经在崔家跟崔成新决裂了吗？决裂？那是做给崔毅看的。崔成新可不会这么想，崔成新最重利益。我刚才说的那番话，估计他只听见了我可以为了亲情不要公司，拱手让给你。崔成新重财重利，可崔毅又是个重情的人。如果崔毅看见他父亲去讨好一个他最讨厌的私生女，你猜他会做出什么事？他都亲口承认了自己就是故意搞事，你还要把她当妹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本来就不想结婚，现在不用结，你还不高兴？你怎么什么都不满意？我不想跟她结婚，是我不爱她，我只爱沈凌。现在更不想让一个野种进我的家门。你不能那么说她，她是你妹妹。人家都把水泼你脸上了，你还把她当女儿看？我看你根本就是惦记她背后的连氏集团，你到底有没有心啊？我看你根本就是……至少她能给我带来利益，不像你到现在还只是个只知道啃老的败家子儿。我告诉你，如果再让我知道因为沈凌的事得罪新月，别怪我让她死在里面。崔兄，我女儿的事儿，老沈呐，这件事儿实在是有点困难。这小玲实在是太莽撞了，搞的事情很难收场啊。是孩子做的不对，可我已经说过他了。你知道我的能力，我捞不出来，他还希望您……这事儿我会看着办的。只是新月，我也不好马上撕破脸，不是？你再等等我啊！我等得了，我闺女等不了啊！她从小没吃过这个苦啊，而且我跟您直说了吧，连新月她不怀好意，联姻这事儿信不得。那你说说看，她曾经用小玲的事威胁过我，让我说出您的秘密。我是为了替您保住秘密，才害了小玲啊！崔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崔兄，多谢你的提醒，小玲的事儿我会放在心上，放心吧。你先早点回去。那丫头究竟是真天真，还是假无邪？还是得做了亲子鉴定之后才能确定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赶紧给我滚回来！你刚才送客挺积极的，该不会是真像你堂弟说的那样，对新月有意思吧？当然不是，我就是觉得，既然她是二叔您的女儿，那也就算是我的堂妹，都是一家人，我总要劝劝她，别老跟您过不去吧。你倒是比你堂弟懂事。那他在路上有没有说什么？他不愿意理我，就是一个劲的哭。哭？那这样，我给你拨一笔钱，你买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明天带上礼物，跟我去一趟连氏集团。是。等等，除了买礼物之外，我还有件事情要你替我去做。哎，别走，我们谁跟你是我们？昨天不聊崩了吗？今天还来做什么？哎，怎么会聊崩了呢？昨天呢，我是一时高兴，
这事发突然，我没反应过来，这不今天特意来跟你解释吗？高兴？是啊，哎，我一直有些遗憾，你这么好的孩子，居然只能当我的儿媳妇，实在是太可惜了。却没想到，你居然是我的女儿，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哈哈哈。哎，愣着干什么？还不把礼物给你堂妹？堂妹，这是二叔精雕细选给你买的发夹，我帮你戴上。发夹？怎么是小女孩的东西啊？哎，你昨天不是说想要亲情补偿吗？哎呀，我一想你的童年我也没有参与，所以就买了。哎呀，滚开，弄疼我了。对不起，我手比较笨。还不快滚出去！说实话，事已至此，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崔姨她不可能接受我的，我就算去认亲，也是自讨苦吃。哎呀，怎么会呢？你哥哥他就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给他一段时间，那他自然就接受了。我骗了你，你不生气？嗨，我们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会生你的气呀？可是沈凌，就算我看在崔姨的面子上把她放出来，可以她那个性子，万一放出来还跟我继续作对，主要是我害怕她把我是私生女的事公之于众，那连氏集团可就糟了。其实我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会牵扯到喜云集团的声誉。你放心，沈凌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你处理干净。爸，有人欺负我，我受不了了，你快叫我出去吧。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你们在里头没人管吗？因为我还手了，所以算互殴。可是我打不过他，爸，原来之前我打的人根本都不敢打我，我真是谁都打不过。爸，那个人是冲着我来的，你到底什么时候叫我出去？我不想回去，你快救救我呀，爸！爸正在想办法。等等，你说有人冲你来？但是我在外面得罪了人，所以对方雇他来专门教训我，他还放花手，让我这辈子也出不去。爸，我好害怕呀！脸心月，他要赶尽杀绝吗？我还没跟他……他说是百货集团的大老板干的。爸，他是不是在骗我？这一定不是崔叔叔干的吧？对吧？夏琳，我真没用，我求遍了神，可他们都是怕得罪连氏集团的废物。怎么了，兄弟？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滚！别烦我。火气还挺大的嘛。看来烦心事不少，要不跟我说说？反正咱俩互不相识，我也不会往外说。跟你说，你要是能一口气把这瓶干了，这多没意思！我知道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就是比较费这个。你要是再烦我，我就叫保安打断你的腿。哎，好，我马上走。不过，你要是想做一个纸醉金迷的败家子儿，就联系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销金窟。败家子，你们都觉得我是败家子，那我什么都不做，是不是辜负你的期待啊，爸？你这鉴定结果出来倒是快呀。因为是花钱加急了的，所以会快一些。是吗？事情办得不错，你可以出去了。
你那边的鉴定孝子，我这个大侄子最近有点勤勉过头，经他手做过的事，都要再次确认才能放心。哎，这是谁啊？看样子是去找总裁的。哦，我想起来了，我在最新的财报上见过他，他是现任联氏集团总裁，来我们这可能是为了谈合作。没长眼睛啊，走路不看路的。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这个衣服破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你也用不着这么侮辱人吧？我只不过是……我是实话实说，照我看，你就是公司里的蛀虫。我当时还以为你是崔家的重要成员，所以才帮了你，现在的后悔插手。怎么了？吵什么呢？我过来找你谈点事，但没有想到他故意朝我泼咖啡。上次也是，戴个发夹都毛手毛脚的，他是不是故意针对我呀？我应该不会吧？他没这个胆子。我不管，必须把他开除。这个公司有我没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讨厌我，我以后尽量少出现在你面前。但你能不能别赶我走啊？我之前租的房子，因为阿姨心情不好，已经被强退了。现在我没地方去。那关我什么事啊？你现在就算饿死，也是你这个阴沟老鼠应得的。这女人看着光鲜亮丽，讲话怎么这么恶毒？我看刚才是她自己走路不看路撞上去的，还倒打一耙，可太坏了。所以不会真的被开除吧？那也太冤枉了。都是自己人，这样恐怕……自己人？谁跟他是自己人？他给我开车，我都嫌他烦。你今天要是不开除他，我现在就走。哎，别，还不快去办理离职，然后马上滚回家。回什么家？这么大个人了，还赖在叔叔家，像什么话？我在崔家不想看见他。哎呀，好好好，都依你，还不快滚！别再回来了。这怎么一上来就踩人啊？他怎么这样啊？太恶毒了吧！不看什么看？工作不饱和是吧？再看把你们都开了。你今天找我来，就是闹这出？没有，我呀是来跟你分享个赚钱的路子的。这几只股票下周真的能涨？当然，虽然我不擅长经营，但朋友不少。你也知道，做证券的是不能私自炒股的，所以他们都是找朋友代买。我想着，既然你不怪我骗你，那我也愿意跟你分享这个消息。你觉得我在骗你？好心当成驴肝肺，不买算了。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帮我查几只股票的评价，要快。是鉴定文件，差点拿错了。这个鉴定稳妥吗？肯定稳妥，医生怎么给的我就怎么带过来的，里面的内容我都没看。又怎么了？二叔，你不会真的不让我回去吧？我现在没地方去啊。要不是你惹得你堂妹不高兴，我们怎么会把你赶出去？这半年时间，别让我再见到你。我给你打1万块钱，再给我打电话，打断你的腿。二叔，这点钱可不够，要不要再多？喂，恭喜你，自由了。
做戏人当以家养相许。好，我会期待的。今天这顿饭呢，主要是庆祝我们的计划顺利推进。沈知远作为关键证人，已经彻底动摇，随时可能交代。崔家父子也已经离心，而崔成新，他现在已经完全信任我。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崔成新被法律制裁前，让他看着自己失去一切。顺带为了庆祝崔红重获自由，不过在此之前呢，他先暂居我家。但是他住你家应该更方便一些吧？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不喜欢别人住我家里，还有少喝点酒，你还在吃药呢。好吧，那你出门要注意隐藏自己，不要被发现了。那住宿费的话，就用今天这顿饭来抵了吧。好，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二位是什么关系呢。林先生跟崔成新之间是……他跟崔成新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恨的是我姑姑。我妈曾经她是连家的管家，在车祸发生后，意外听见了连毅和崔成新的对话，也因此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导致她的话无法作为证词。林毅在住院隔离半年后，他们母子才见了面。我也是这样才得知到了真相。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有所察觉了。后来，连毅为了方便监视我，就让我做了清月的跟班，直到现在，也有13年了。那你们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如果他没有恨连毅，波及到我的话，那也算是吧。别趁着转移话题偷偷喝酒，今天不能再喝了。是吧？他醉得好快，没事吧？他平时不常喝酒，耐受性很差。这跟他的病有关系吗？你上次就问我关于他吸氧的事，如今来打听他的病情，你想做什么？我没想做什么，只是觉得我们好歹是朋友。我不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只是因为有共同的复仇目标，所以暂时成为了一个团体。等复仇成功后，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有联系。今晚我睡沙发，你去客房睡吧。既然你仇恨的是连毅，但又为什么跟我们一起对付崔成新？你的仇恨应该已经结束了吧？因为崔成新知道我妈的事，他不被制裁，我就无法把我妈从精神病院里安全的接出来，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喜欢连心月？留下是为了帮他复仇？想不到你还是个恋爱脑，不过喜欢上他确实不是件难事。那你又为什么？他刚才在饭桌上提到我恨无及无，他说的没错。刚到他身边那几年，我的确有些恨他，毕竟我和我妈都是无辜卷进他们家族争斗的受害者，而他明知道自己亲人的死因，却毫无所为，这让我看不起他。现在想想，也真是好笑。他的年纪比我小，他又能做什么呢？况且他在连毅那个疯女人手下，也不好过。他和我的经历好像。是焦虑症。什么？他的病是焦虑症躯体化，压力大的时候会呼吸困难，因为连毅的不稳定，对他造成不少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还会有被害妄想症。冰箱里的监控就是那时候的遗留物。这么严重，能治好吗？我是外科医生，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我知道，他需要在一个让他感到安心的环境下生活，而我接近他的初衷，就是为了利用他。这一点，他早就心知肚明了，所以我无法作为他的伴侣。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刚才你问我了，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喜欢他吗？
我还不清楚我对他的……那就想清楚了再说，千万别把怜悯和爱意混淆，否则你会彻底出局。早上我煲了鲜虾粥，还有3分钟就好了。你中午想吃什么？我带回去买菜。这么贤惠啊？还是等我吃完早饭之后再想午饭吃什么吧。哎，他什么时候走的？凌晨5、6点吧。他说医院有事。这样，那我先去洗漱了，等你早饭。虽然我还弄不清自己的心意，但和他相处的这段时光，让我确信我逃离了崔家的地狱。这份被他尊重和需要的幸福感，会是喜欢吗？你还算守诺，没让我在这里见到那个崔红。看来你确实把他赶走了，只不过崔毅怎么也不在家呀？别管那个败家子儿，他最近不知道跑哪里也去了。咱们呢，还是说正事儿吧。上次你帮我买的股票，真的赚了不少钱。你看还有没有新的消息？只玩一项股票，多小家子气啊！想赚钱就得舍得投资。刚好，我这里有一份年内城市规划建设的消息。哎，这可是秘密，看过之后要还给我的啊。如果你能买下这个地皮，那对喜云旗下百货商场未来发展的规划会更有助力。买不买，就看你的选择了。这个消息准确吗？第二次，你还是不信我。上次就是背着我偷偷打听了股票行情才入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我没有不信你的意思，只是……哪有什么只是？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看来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儿，是我自作多情了。现在就叫他们把这块地……等一等。好，我这就让投资部门组织竞拍。以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拿下这块地皮并不困难，但接下来半年公司各项运营肯定会受到影响，现金流已经……这块地皮我势在必得，就算一时困难，想必在今年内也势必会盈利。崔总，这块地皮并不太好，似乎没有投资的必要，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里？注意你的态度。喜云集团能有今天，全是靠我的打拼，我的决定怎么会有错？这个决定是否太仓促？可以再……找你们来是通知，不是和你们商量。如果有人对我的意见不满，可以自己主动提出离职。鼠目寸光。当年我能靠联谊那个蠢女人的资源把喜云做大做强，如今这蠢女人却生了个傻女儿，哼！哎，炸你！哟，今天手气这么好，走出情关了？可别开玩笑了，崔哥今天来这玩，还不是因为他女朋友的事儿？对，因为我没用，我救不了他。我爸能救他，但他不帮还落井下石。不是最看重钱吗？不是都说我败家子吗？我就把他钱全花光，再开视频讲。崔哥，你跟嫂子关系就这么好，为了她得罪你老子，值得吗？值啊！我爸打小就不管我，我妈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把我扔给我妈，我妈死了就丢给管家。只有他一直陪着我，支持我，在我心里，他才是最重要的。青梅竹马，了不起啊！陪你陪到现在，嫂子应该很爱你吧？当然爱我，我也爱他，但我太没用了，离了我爸我就没办法把他从局子里捞出来。都怪那个贱人，如果不是他换成别人，小林根本就不需要吃这样的苦。
换成别人什么意思？当时我们还在上学，因为我向别人借书，他吃醋，他就把那个人头发全剃光了。跟我搭过话的女生也被他找人围堵，还录了视频。你们说他爱不爱我？那会儿可真好，赔点钱就行了，哪像现在。还有多久？怎么这么快就累了？我不累，我就是好奇你怎么突然想画画，而且你这……别动！而且你这装备也太齐全了，你是学美术的？当然不是，画画连我的业余爱好都不算，我只是偶尔通过画画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我沉浸在其中的时候，我就会忘记现实的压力。你压力很大吗？还好吧，毕竟我们的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在等。你准备一下，晚些时候跟我一起出席活动。我可以动了。哎呀，我们一起行动的话，不会被崔晨曦注意到吗？放心吧，到时候听我安排。不好了，总裁，小崔总他……慌什么？又怎么了？又喝酒闹事了？不是，他因为校园霸凌的事儿上热搜了。什么？霸凌热搜？现在有不少网友都在咱们公司官网骂人呢，而且什么？快说！而且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买下那块地皮以后，公司就彻底没钱了。什么？快，马上召开记者发布会！记者朋友们，媒体朋友们，我一心为了企业的发展奋斗，努力想让集团更上一个台阶，却不想因此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这是我的失职啊！对于发生这种恶性事件，我痛心疾首。是我的孩子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他应该受到惩罚。同时，对于他挪用公司公款一事，也将依法处置，绝不姑息。不管小崔总吧。总裁，您大义灭亲，让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感动啊！接下来，各位记者可以继续采访。所以在视频里说，沈凌的霸凌行为是靠金钱强行压下去的，而沈凌曾和他交往多年。您和沈凌的父亲沈之远也是朋友，请问您对这次霸凌事件真的毫不知情吗？哎呀，因为我平时忙于工作，基本不怎么在家，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及时制止，绝不会酿成今天的恶果。听说你最近购置了一块废地，请问接下来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是什么？这是我对未来的规划，等我做出具体的规划方案，到时会召开专门的发布会。本市近5年没有这块土地的规划，请问你崔总是计划长远的未来吗？5年内都开发不到？这是今天下午刚发布的消息，你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总裁，我们公司大部分的贸易被解约了，好像连氏在背后。假的，全都是假的！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苏总，您再说一下吧。您刚才的话就是什么意思？挪用公款一事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崔总，你回答一下。好，知道了。林春和说他晚上有时间，现在正在精神病院办手续，接他母亲出院。挺好的，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你游戏怎么样？不上班专心搞开发，效率就是高。现在已经有框架了，等我把游戏做出来了，肯定第一时间发给你玩。是吗？我很期待。怎么感觉你不是很期待？
如今沈志远指控崔成新，崔成新已经完了，你的计划全部完美实现，你不高兴吗？是啊，我应该高兴的，但没什么，可能最近没休息好，有点累。等晚上庆功宴过后，我一定会好好休息的。那就好。对了，你的氧气瓶好像用光了，要不要帮你补货？不用了，有可能以后再也用不上。是吗？那看起来好转了。是，或许以后就不会生病了，因为有话快说，我晚上还有饭局。你早就算计好了，对不对？一直都在骗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沈之源已经指认了你的罪行，以此来换我和沈凌的和解。他当初怕你反咬他，所以特地留下了证据。你翻不了身了。那你姑姑呢？是你害了她，杀了她，还杀了我和她的女儿。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是杀人犯？你们的女儿身体羸弱，很早就夭折了。至于我姑姑，你完全有机会要求去看她，可你没有。现在开始念旧情，未免太晚了些。虎落平阳被犬欺，算我认栽。哼，真荒唐！你不过就是趁着那场车祸，从我那愚蠢的姑姑手里捞了一笔，以此才让喜云集团达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真以为是自己有本事了？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只要我想，我完全可以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可我没有，我就是要让你的罪行公之于众，用法律去制裁你。人做了坏事，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赢了，当然说什么都可以。要不是因为我那个不争气的废物儿子，我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说起那个废物，还多亏了我姑姑。什么？我的话有一半是真的，你确实有过一个女儿，我姑姑也的确想过偷换，不过被我妈发现了。那孩子体弱，不久就夭折了。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儿子又凭什么好好活？所以在你缺乏儿子管教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狐朋狗友安插在了崔毅的身边。他永远只是一个拖油瓶。你说什么？你们姑侄两个，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别动动，蔡总，你回去。像你这种人，做兄弟失败，做朋友失败，做丈夫失败，做父亲更是失败。你这种人渣，活到现在就是我姑姑的败笔。但我不是他，我绝不手软。哎，这么晚了还没睡觉啊？我不睡，我要接你们回家。你呀，不是说好了吗？让你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晚会，那里有好多小朋友的，你不想跟他们玩吗？不想。如果我走了，谁接你们回家呢？嘘，姑姑在楼上睡美容觉呢。那我们就偷偷的进去，然后你悄悄的钻进姑姑的被窝，挠她的痒痒。怎么了？有什么东西落屋子里？我去取。这个要没收，不能再喝了。没落东西，把酒还我。这样的日子还不让人喝酒，太过分了。该不会是因为你开车不能喝酒，所以不让我喝吧？越想趁着转移话题偷偷喝酒，总之不能超过1瓶。放心，我监督他。走。这小子真是的，着急出门，连手表都忘记了。我去送给他，这些你等我回来收拾吧。他也没有想到阿姨出院手续办得这么快，还以为是明天去接呢。你快去吧，再晚点他就开车走了。
我等了14年，也可以让你们来接我回家了。总会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妈妈，奶奶今天跟我说，我的名字是有特殊意义的。什么意义呀？奶奶说，天上有28颗星宿，其中一颗叫新月湖。传说武则天皇帝就是新月湖下凡。奶奶希望我也能像武则天皇帝一样厉害，好继承她的位置。是吗？新月好威武啊！但是妈妈觉得你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是妈妈心爱的小月亮。不管你以后成为小皇帝，还是小画家，还是赖床的小懒虫，你永远是妈妈最爱的月亮。怎么样？发现的及时，问题不大，但他昨晚喝了酒，药物分解比较快，可能要等明天才能清醒了。酒，药，他今天是铁了心想。你之前跟我说他有焦虑症，我特意查了一下，网上说焦虑症不会轻生，抑郁症才……你这是刻板印象，焦虑症不是单纯的情绪问题。他一直把复仇当成自己的最终目标，如今复仇完成了，能撑住他的东西已经没了。怎么会？我以为我们扳倒了仇人，揭露了真相，我们就能走出阴影。像小说结尾那样，幸福快乐的在一起吗？他说你小说看多了还真是没错，这是他的人生，不是3言2语就可以完结的故事。那我们怎么办？不是我们，是你。我没有陪伴疗愈他的资格，但你呢？看清楚自己的心意了吗？你对他的情谊足够支撑你陪伴在他身边吗？陪他面对自己的负面心理，时刻警惕他自毁的情绪炸弹。如果你做不到，就最好不要融入他的生活，因为他不需要一个半途而废的拯救者。无论如何，我绝不能让他就这么死掉。你醒了？我刚问过医生，他说你刚洗完胃，不能吃东西，只能喝一点淡盐水。哦，我帮你调下床位，你这样不方便喝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以为你要质问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这有什么好问的？怪就怪我当时太疏忽了，没有注意到你是想把我调走。你想说我是笨蛋就说吧，我认。林春和把你的病情告诉我了，所以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需要别人怜悯。哦，你别误会，这不是怜悯，应该说，我希望你能怜悯我。林春和跟我说，你需要一个拯救者，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可我应该担任不了那样的角色。这一路走来，真正被拯救的人是我。所以，你想说什么？我恳求你垂青于我，给我一个陪伴你的机会，让我跟你一起体验新的世界，去寻找新的人生目标，一路向前。这话确实不合时宜，还有点像小学生的作文。是吗？不过能博你一笑，这篇作文也算是及格了。新的目标吗？你之前问过我，你对我的恩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不想说，不过你今天的话，我想跟你说了。那是10多年前的一天。这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死啊？
你也有亲人去世了吗？是我爸爸妈妈。我妈妈去年去世的，这次是我奶奶和爸爸也去世了。姑姑带我来这儿的。谁带你来的？是我二叔。你看起来好像比我小，你理解去世是什么意思吗？我妈妈告诉了我，她说她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另外一个世界。留在这个世界的人要相互依靠，继续生活。等时间到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团聚。可是我们还要等好久，未来很长时间，我都要独自一人了。我们不会独自一人的。妈妈去世后，奶奶和爸爸照顾我很好，以后姑姑会照顾我，你二叔也会照顾你。他们是我们最好的亲人，他们会对我们好的。对，我们还有家人。哎，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连心月，你呢？我叫崔红。连心月，我好像听我妈提起你，他们说你是我的。我差点找不到你了，快跟我走。谢谢你的糖，下次我请你。原来如此，当时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礼尚往来。当时你好像也有话没有对我说完，被我姑姑打断了。还糖这件事一直支撑着我，如果我连这个小目标都不能完成的话，又怎么完成复仇这件大事？现在，我听完了你的许诺，你要不要听听我没有说完的话？我还以为你早忘了呢。怎么会呢？我可是一直都记着。当初喜云还是一个小公司，能够跟连氏集团搭上线，那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在大学时是朋友。我有听说。毕业后，他们分到了不同的城市，再见面时，我都已经上小学了，你也应该有个4、5岁吧。他们是在一次商业晚宴上重逢的。你父亲听见了我的名字，说一泓秋水映明月。既然你儿子有缘取了这样的名字，那以后要好好辅佐我的女儿啊。所以当我听见你说你是崔一的未婚妻时，我很难过，因为你的未婚夫本该是我。居然还有这种事，他们当时没跟我说。不过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口头上的婚约又怎么能够束缚住你？长辈的婚约确实束缚不了我，可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来亲近你。我更希望是你来束缚我。你今天说的话好肉麻呀。但我是认真的。你的表白太突兀了，我无法接受。但就算我拒绝你，你也会继续对我好的吧？毕竟你的一片好心，我也不能雇个保镖把你赶走啊。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心思去寻找新的目标。你要帮我制定一份计划吗？有的，有的。我在网上已经做了攻略，我们可以……不行，你现在还出不了院，是我太着急了。那就等我出院后再看你的计划吧。好啊，我们可以先去骑马，然后再去射箭，然后再去攀岩。骗子！我又不会逃跑，你不用这样时刻都拉着我。可我就想牵你的手嘛，求求你了。这不是让你拉着了吗？别撒娇了，跟小孩一样。走吧。花火忽然间释放，想问你的心无处可藏。啊？怎么了？怎么就我一个人去啊？不是啊，这不都是人吗？我特意在网上看。
前几天还说想跟我一直在一起，怎么练瑜伽就我自己去？你也跟我一起去。我？瑜伽不都是女孩子练的吗？我能行吗？男生当然可以练瑜伽，好多什么印度的瑜伽大师都是男生呢。是啊，小哥你要自信一点。走，谢谢鼓励。我试试吧。感觉怎么样？感觉这是一种特别的人生体验。你呢？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哎，没关系，我还有方案 B。哎，我起晚了，本来上午约的攀岩，现在天还没亮。你睡迷糊了是不是？凌晨下午都分不清了，而且你现在走都走不了，攀岩的事儿你别想了。我看错时间了，那我继续睡。你衣服都穿好了，就别回去了。正好呢，我安眠药也吃完了。我们。运动了这么久，你不累啊？通过运动改善心情的方式，我都试过了，对我来说根本没用。骑马、射箭、攀岩、瑜伽、有氧、无氧，对我来说都只是改善体质、避免被害的方法吧。被害？是你姑姑对你……我姑姑精神状态不稳定，喜怒无常。虽然说物质上不苛待我，但打骂还是有的。她经常在喝醉后会想起她夭折的女儿，有的时候还会把我当成她的女儿向我道歉，而有的时候，有一次，她把头孢放进红酒里，逼我喝下，想让我去陪她死去的女儿。所以在那之后，我在饮食上就特别谨慎，直到她倒下。那你姑姑现在……你看，太阳出来了。是啊，太阳出来了，我们的黑夜终将过去了。新买的香薰瓶在床头柜上，你也能看到。好。唉，头发终于吹干了，我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你怎么拿出来了？快给我！靠得好近。给你。我都没有画完，你干嘛偷看？拿香薰的时候看到了，考虑到这张画像事关我的肖像权，我觉得有必要观摩一下。没想到你的模特好像另有其人。另有其人？这画的就是你啊！可我记得我那天好像穿的是衬衫，而不是这么华丽。华丽就对了。我那天看你穿的太简单了，家里又没有别的衣服，所以啊，我就在我的脑海里构思了一个，怎么样？好看吧？是好看。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会通过画画解压，画这样的衣服也算是你的爱好吗？对啊，我从小就喜欢，不可以吗？太可以了！既然这是你的爱好，那我们不如深耕这个方向，做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是啊，我们可以把这当做你的新目标，怎么样？这个嘛，不如我们就从这件开始，先做一件出来。
好，试试看吧。不用试了，我觉得不行。真的不行吗？我们今天把材料市场转了个遍，也没有你满意的吗？不行，我想要的比这个更有光泽感一点，但是又不是这种光泽。我说不清楚，反正我就是知道。那是咱们这里的布料市场货不够多，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网上的会有色差吧？其实我想要的颜色接近这个，但是又不是这个，应该比这个上面再多一点绿，同时呢还要带点金色的光，但是又不能是金线编织的。你这要求还真是够详细的。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把原材料的事情放一放，先去学习做版型，网上应该有教程。没必要，我都说了不需要。这才刚开始，我觉得。你觉得？我需要你来觉得我该做什么？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我头上。我说了不需要。既然现实材料无法满足我的设想，那也没必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个不满意的东西。哎，我知道这个很简单，但我也没说让你做精细啊。我只能做个30秒或者10秒的。30秒、10秒，总之你能让它按照我说的动起来。啊，那行吧。好，那就说定了啊。你该不会是准备从我家搬走，所以放弃做自制早餐了吧？毕竟昨天我惹你生气了，担心你连我做的饭也一起讨厌。毕竟我厨艺不精，没办法用一桌美食向你道歉。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话里有话呀？昨天是我太着急了，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你能原谅我吗？就用这个？当然不是，我昨天晚上订了一家评分不错的餐厅，就当做是我的赔礼。哎，你答不答应啊？等我收拾。其实我刚才过马路的时候就在担心，沈凌应该已经从看守所里面出来了，他会不会突然开车出现，来跟我们玉石俱焚？之前说你小说看多了还是不全面，你这是连短片也没有放过。失去了一切的反派红着眼开车撞向仇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也要让你尝尝。”哎，咱打住啊！你为什么这么熟练？该不会你也看那些吧？少问。反正呢，你只需要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财权的庇佑，就算你不找他，他们的仇家也会找上门。而且你要知道，笼罩你的噩梦彻底结束了，你不需要专程向噩梦去告别。确实，有时间去看罪人，不如只关心未来。你专心你的，看我干嘛？赔罪礼物，希望你能喜欢。这是……你昨天说现实的材料没法满足你的设想，而我又擅长做游戏，于是我就委托业内的朋友以你的设计为蓝本，做了一个简单的建模。这看起来确实更接近我想象的衣服，但是这也太粗糙了。毕竟你的画还没有画完嘛，如果是更完整的30图，最后的成品也会更完整。所以你考虑游戏美术方向。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希望你一定要走这条路，我也没资格去要求你做任何事情，只是觉得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只是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作用。
谢谢你啊，我会考虑的。好。不管你以后成为小皇帝，还是小画家，还是赖床的小懒虫，你永远是妈妈最爱的月亮。小心别烫着了。怎么今天起这么早？谢谢你的建议，我决定大发慈悲的接纳。是吗？那太好了。但我不能继续跟你在一起了。想不到你这么喜欢这个专业，昨晚连学校都找了。也不是，我之前有焦虑症，在国外的学校办理了休学，刚好那个学校开办了这个专业，我决定复学后转专业。挺好，我支持你。你之前因为陪我寻找新的目标，耽误了工作室的进度。不过我相信，等我学成归来，你的工作室一定会变成大公司的。借你吉言。我想在出国之前留一些照片做纪念，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当然，只要你需要，我就一直在。除非你已经不需要我了。别动。还有一个地方，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意外地从楼梯上摔下去，成了植物人。我对他的复仇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但说实话，我和他的关系不只是反目成仇这么简单。我恨他，也可怜他，我没有办法对他下手。而你可以。我……他在咖啡里放了会让人嗜睡的感冒药，想造成驾驶者疲劳驾驶出车祸的假象，以此来抹黑我爸的名声，方便他在公司夺权。但他没有想到，沈志远给的药出了问题，车子的安全气囊也被做了手脚。后来他怕自己坐牢，明知道真相又不敢揭露，害你被间接欺负了多年，所以你有恨他的理由。如果你现在想拔下他的氧气管，我不会插手。你之前跟我说过，喝下咖啡的人是你父亲，但坐在驾驶位上的是我爸，所以细究他的罪行，更多的是包庇罪。而且，你姑姑跟我二叔不同，他一直被他的罪行折磨，以至于现在精神状态失常。他现在这样，已经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之前说过，他喝醉后偶尔会把我当成他早死的女儿，幻想他的女儿还活着。但更多时候，他会一边喝酒，一边独自跳舞，然后突然朝我丢东西，大吵大闹，或者对我说一些奇怪的话。有一次，只有那一次，他把我当成了我妈。他对我妈说：“燕燕姐，我错了，我应该照顾好心月，但我怕他报复我，我不想死，也不想进监狱，我真的错了。可是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呢？谁又能原谅谁呢？所以我决定了，我不会再来了。我会去寻找新生活的意义，也不会再害怕跳舞了。你明天就要出发了，为什么会突然想着跳舞？
之前国外也有不少这种联谊舞会，但我心里有阴影，所以一直不敢参加。现在嘛，我想要尝试一下。那你之后会找到比我更好的舞伴吗？那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了。你又在想瑟瑟的事情吗？我还是想……我吃醋了，我知道我没资格吃醋，但是突然听到你可能和别的男人跳舞，我就不舒服。我喜欢你，不仅仅是在一起相处当中的喜欢，而是我希望我是你的。可是我不喜欢异国恋。虽然我还要忙国内的事业，但只要我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找你，即便有时差，即便跨越国家，我的心也绝不会变。我相信你此刻的真心，因为毕竟我们前段时间是拥有共同秘密的朋友，你对我有好感和依赖也是正常的，但那未必是爱。我知道，你当时是为了让我重拾活下去的信心，而才这么做的。即便是你还没有弄清楚你对我的感情，却还像孔雀开屏一样对我夸张的示爱，对此我很感谢。但我也不能把喜欢和感谢混为一谈。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还不快跟上，我行李还没收拾好呢。如果你整理得好，我或许会考虑等你到了国外给你接机。我马上过来。明天我有事，给大家放一天假啊。啊！老板今天打扮的这么精致，该不会要去约会吧？约会？那一天也不够啊！我记得他女朋友在国外上学，光是坐个飞机来往就得1天半吧。哎，你们说会不会是他女朋友回来了，他去接机？还真有可能。不过老板每次都是主动去找他，怎么这一次反过来了？没准是毕业了，所以回国。老板真是好事将近啊！我在老板办公室里见过他女朋友的照片，可漂亮了。听说最近上新的3A 大作就是他女朋友参与设计的，社区内超多好评。这样的大佬居然会给咱们公司做皮肤，老板上辈子是烧了多少的香，才能有这样的女朋友啊？我们老板真赚大了。是啊。这位先生，请问你丢的是金女友啊，还是银女友啊？我根本就没丢女朋友，我只是把她牢牢的抓住了。好好吃啊！还是国内的甜度适合中国胃，国外的甜品实在太甜了。话是这么说，但我去的时候，你还是拉着我尝了不少当地特色甜品。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回国的，这不是想在回国之前把国外特色都体验一遍，这也算是一个小目标嘛。你尝尝，真的好吃。行李箱里的东西都安置好了吧？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有啊，我要跟你算账呢。算账？有人当初说好，等找到房子就从我家搬走，结果在我出国后，又赖在我的房子里1年又1年。你说，这笔房租我该怎么算？他太坏了，要重罚，就罚他。
以身抵债吧。是吗？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那我可要好好验验货。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戏，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今天下午你给我的甜，我还想要更多。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不能控制，你想我一次。别闹！我都说了别闹，你每天早上都想再折腾我一次，再这样我就跟你分房睡。好。哦，对了，上个月你给我的游戏稿，我还没给你报酬呢。报酬已经给我了呀。是吗？嗯。那你就当做是你上个月额外的奖金吧。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股份转让合同书，你公司能有今天，离不开你当初对我的投资，口头感激太廉价，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你就不怕把你公司卖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随你处置。这小嘴怎么越来越甜了呀？天天跟你待在一起，这嘴巴能不甜吗？要不，让我再补充一点。别闹，再闹就把你奖励取消。给我的奖励是什么？奖励你跟我拍个婚纱照。哎，新郎不要离新娘贴这么近啊！哎呀，新娘的衣服都被你挤皱了，感情再好也忍耐一下好吗？别太粘人了，好好配合摄影师工作。可是他叫我新郎哎。哎，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啊，我们拍一张来。我还以为你是准备答应我的求婚，没想到只是拍照而已啊！好小气的奖励。小气？那我一张也不给你。好，下一组，新郎从背后抱住新娘。我要把照片全部打印出来，公司、家里全挂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这里这个人，麻烦帮我 P 一下。还有这张。我还以为你们这是准备结婚呢，怎么只是拍婚纱照？我就是刚好接到了一个婚纱设计游戏皮肤的工作，正好来体验一下。对我而言，婚纱照只是穿着漂亮衣服拍照而已。我和他的关系，我还在考察当中。考察吗？我看你早就深陷其中了。林春和，你怎么来了？是我叫他来的。之前林阿姨跟我说，她到现在还没有个女朋友，所以叫他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激励一下。幸福这个词，千人千面，我还是觉得单身更适合我。也是，但至少对我而言，能够待在他的身边，无论是什么角色，我都很幸福。是吗？我想要的可不止这些，我想要幸福，我想要我的未来光辉灿烂。对，就这样，来，3、2、1，哎，好，哎，换个动作，新郎从背后抱一下，对，就这样，哎，好。
我和他是两条平行线。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找个女朋友？我现在这样就挺好。你爸走得早，你从小就跟着我，难道随我独立，不喜欢找人搭伙过日子？因为我很早就明白，我没有能力去爱人。你为什么还不动手？你明知道他是……我知道，你也知道，可你也没动手，不是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觉得他防备你胜过我，所以我比你更有机会。可他死了，我就彻底没有亲人了。你说这么多，你就是不敢做。对，我是下不去手，可你恨你家人，更是恨你妈，自己不敢在手上沾血。你也是个胆小鬼。我知道错了，妈妈，你爹不理我。他也是。不敢直视无能的自己，只能把所有的恨投射到比自己更重要的他身上，即便道歉也无济于事。我生病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去选择专业，你有你自己的人生。我没想到心理咨询不能给熟人咨询，我想治好你。治不好也没关系的，只要能撑到复仇就好。那复仇之后呢？我只想复仇。那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能力疗愈你，那你最后会被谁治愈你？真的不是你干的吗？我希望是我做的，但我是医生，我做不出推人下楼的事，只是意外。也对，你跟我一样，都不想违背法律。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做？成为植物人吗？他成了这样，也算是老天替我报了仇。接下来我会配合你报复崔晨星，毕竟他也知道我妈的事。他不被抓，我就无法把我妈安心的接出来。其实涟漪倒下的时候，我的复仇就结束了。我只是不想你孤单一人。刚才还说要看他的计划，现在就这么着急离开这个世界，他不会崩溃吗？你这一说，的确是有些残忍。你来的这么及时，偷窥我。因为我知道你经常说谎，就算我最后要选择新的专业，也不代表我会忽视家人的情绪变化。家人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讨厌过彼此，又希望彼此幸福，我们的确是家人。原来不想让我死的人不止一个。是啊，只能是家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和你永不交织，但永远不会渐行渐远。我会在不远不近的位置里守护你的幸福。